荣耀 Magic RSR 保时捷设计版。那之前咱们开箱看过它的整体外观，那今天我们来详细看一看这台机器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亮点。外观部分不同于其他版本。RSR 保时捷设计呢更加具有活力，也更高级。家族式的8边形镜组重新进行了设计，3摄像头模组啊。如果熟悉车的小伙伴可以看到左上角细节的部分，这里是结合保时捷911车型大灯轮廓，配合背板中央的隆起，看上去更加凸显运动属性。实测呢机身最薄的地方啊8.55，镜头凸起背板的不到6。背板这里的线条啊不是随便画的啊，取自保时捷跑车的气动流线，经过精密工艺打磨，手掌接触的时候呢背板光滑，但是指甲划过的时候明显可以感觉到肌理。两款配色啊，月光石、板岩灰，给人感觉呢是轻奢低调。配色呢是取自于保时捷的专属定制车漆，月光石啊更显活泼，光线流动呢色泽会有变化。板岩灰啊稍显灰青色，有一种中性灰的高级感，结合背板超微晶纳米陶瓷，手感更加温润。相比标准版的玻璃以及 Pro 版的玻纤材质 ，RSR 版本呢显然机身质感更加明显，末世硬度啊也来到8.5级以上，更加耐刮。边框金属拉丝处理和背板的颜色呢是一致的啊，看起来更和谐。你肯定关心重量还有厚度，那实测呢出厂自带贴膜的情况下，244.9，相比同样陶瓷材质的华为非凡大师啊还要更轻一些。作为旗舰机型 IP68、IP69 以及 IP69K 满级防尘防水啊也都支持。影像部分呢，这次保时捷设计版带来了全新的超夜神影像系统，通过 AI 引擎啊，可以实现夜景、防抖、人像、原色这4大场景的全面升级。这里列出影像硬件参数，大家可以暂停观看。值得一提是，这次的主摄和长焦都升级到了行业最高的 CIPA 6.5防抖等级。接着来看样张。这次的 iMage 原色引擎对于色彩啊有着不错的还原，在猛犸象的皮毛色彩部分，荣耀啊可以拍出原本的棕色。而对比组这里呢会有整体的发暗，主摄夜晚场景下，荣耀的表现啊是比较亮眼，整体画面明亮度适中。放大看蝴蝶灯的细节，荣耀可以做到颗颗分明。接着看长焦端，我们把3颗镜头呢都调整到近似的画幅，荣耀这边整体的曝光策略会更加明亮。在中心解析力部分啊，3家的差距呢不大。荣耀的亮点呢是对于蓝色窗户的色彩还原。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夸过啊，荣耀的长焦望远能力还是很强的。这次呢，荣耀将 AI 使用范围调整到8倍啊就可以开启。而这个变焦倍率呢，相比较于以往的望远倍数来说，其实是会更加常用。这里我们开启关闭看一下差别。你乍一看差别不是很大啊，但是你放大还是可以在暗部细节上看到 AI 的细节添加。对比其他机型同样的位置，可以看到荣耀呢对于暗部细节还有砖块细节的刻画，细节会更多。接着看一下夜晚的表现，荣耀的画面呢是比较纯净啊，放大看钟表的部分，噪点控制的也不错。苹果的夜景部分呢可能缺少了降噪的处理。接着看画面的灯光的部分，荣耀这边呢是可以压住高光，宽容度处理还是有惊喜。继续啊看一下广角镜头，不同时间段的广角端对比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接着呢，就是拍照上啊，荣耀结合 AI 诞生了很多新的玩法。首先呢是 AI 灵感帮拍，很多男生啊给女朋友拍照片找不对角度，更不会引导拍照姿势。这次啊，荣耀灵感帮拍就可以帮你识别场景，自动找出符合这个场景的 pose， 你就照着抄答案就行了。这回啊再拍不好照片就不能怪你了。而在拍摄人物的时候，荣耀这次有 AI 超清人像，主摄看啊，室内场景下能够比较好的还原肤色，受灯光影响不大。另外呢，荣耀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的美颜，观感上还是比较舒适，也减少后期处理的麻烦。目前各家都有实况照片啊，但是呢，荣耀这里有不同的地方。点开右上角的实况按钮，你会发现精彩慢放、运动幻影、运动分身这几个选项，咱们分别展示一下它们的效果。最终呈现出来的还是相当生动有趣的，而且啊，生成制作的过程非常简单。来看一看屏幕啊，荣耀的 Magic 8 RSR 保时捷设计版搭载了一款6.71英寸等身4微曲面屏幕。4微曲面啊，相比较于直屏来说，在四周滑动的手感更加舒适，无论是侧边还是底部，这也是荣耀一直坚持的特色。屏幕分辨率2808×1256 457的像素密度，刷新率呢120。其他的部分像是100% DCI P3 色域、全域的低功耗 LTPO 屏幕，以及荣耀看家的绿洲护眼选项啊，都是支持。简单说呢，屏幕的硬件参数上和荣耀 Magic 8 Pro 基本保持一致。当然，重点呢是前置3D 深感摄像头，配合3D 指纹识别。
即使是在暗黑的弱光环境下也可以快速解锁。在今年的新机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配置。看一下屏幕亮度部分，全屏显示白色，手动最高呢857，强光刺激全屏最高来到1800以上，确实相当亮啊。户外使用呢也不用担心。系统部分，之前咱们体验过荣耀的悠悠视频通话，可以直接和 AI 面对面交流，交互自然还是很无感的。帮我规划附近的旅游路线。你现在在中央大街附近呢，那咱就来个中央大街周边一日游的精彩路线吧。上午8点半至体验相比较于语音和图片会更加自然。一些细节点，像一些饭店的 WiFi 甚至都不需要你手动操作，对准信息，悠悠就会自动识别信息帮你连接，体验还是相当顺滑舒适。其他的旗舰配置像是行业拔尖的双1216扬声器，以及北斗加上天通双卫星通话，这也是全都拉满。那性能部分2个至尊，一个当然就是第5代骁龙8至尊版，其次还有至尊版的 LPDDR5X。内存传输速率理论来到了10.7 Gbps， 应用响应以及 AI 运算速度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话不多说直接上高负载的游戏《原神》，极高画质60帧运行30分钟，满帧运行，重点呢是1%的 low 帧，也能够达到58.7。温度部分，正面最高41.5，背面呢40.8，整机功耗只有4.12。高负载的崩铁黄金时刻，最高画质运行30分钟，平均帧率59.7。温度正面最高45.6，背面45.7，表现都不错，符合预期。接着看电池充电的部分，这次荣耀 Magic 8 2SR 配备了一块7200毫安时的新一代青海湖电池，支持120瓦的有线快充以及80瓦的无线快充，配置还是给的很足。实测日常的网页浏览、看视频、录像等等5项，最终剩余电量66%。而充电部分呢，从1%充到显示100%，一共又是46分钟。最后涓流结束完全充满，一共是1小时17分钟左右，最高充电功率呢是91瓦。荣耀 Magic 8 2SR 保时捷设计的亮点呢，在于外观部分，它将保时捷超跑的设计元素与手机工艺完美融合，全新独特的配色以及超微晶纳米陶瓷机身，不仅是辨识度极高，而且很有高级感。影像方面2亿超夜神影像系统，配合新的 AI 引擎以及悠悠影像智能体，都是这台机器的加分项。对性能有追求、喜欢保时捷设计的玩家，那这台机器不容错过。